小岛惊现蚂蟥变种，它们无孔不入，疯狂寄居人体，被感染的人会变得力大无穷，却不知身体正被虫子蚕食。说出来怕你不信，对付恐怖虫子的神器居然每家每户都有。大家好，我是电影迷小雅，今天我们来看恐怖电影《生长》。故事发生在富产珍珠的偏远小岛卡特哈克。自1955年开始，世界各地的科学家涌向这里进行各种实验研究，直到1988年，致命流感在世界范围内蔓延。为了拯救人类，科学家们召集一群志愿者在卡特哈克岛进行转基因疫苗的试验。他们将一种寄生虫幼虫注入人类体内，以增强体质。就在所有人以为大获成功时，意外发生。幼虫在人类宿主体内疯狂繁衍，一旦宿主被吃干抹净，他们会继续寻找新的人体寄居。这场生物灾难无疑给小岛上的人带来了灭顶之灾，最终实验紧急叫停，而那些被虫子寄生的宿主也全都死在了小岛上。年幼的雷妮是事物中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之一。20年后，为了处理科学家叔叔马森留下来的遗产，雷妮和同父异母的弟弟贾斯汀带着各自的伴侣重返小岛。当年雷妮的母亲也曾参与实验，岛上的人希望雷妮能找到杀死寄生虫的办法，却不知道变种蚂蟥即将在小岛蔓延。既然岛上的虫子一直没有消除殆尽，为什么还不搬走吗？难道这就是外国人少的原因吗？夜里，一对夫妻正在熟睡，突然年幼的女儿举止怪异地站在门口。开灯的一瞬间，夫妻俩目瞪口呆。原来女儿已经被虫子寄生，它们肆意在她的肌肤下游走，最后竟从女孩的眼睛里爬了出来。虫子落地后，行动更是非常迅速，一转头就爬到床上，很快就把一脸懵逼的女孩父母啃得千疮百孔。然而此时的雷妮并没有意识到危险，她来到小时候参加表演的木屋，不由得想念起死去的母亲。后来遇害夫妇的尸体被警方发现，通过尸检，教授发现尸体内部已经被蚂蟥啃食殆尽，肌肤表面也有很多虫眼，死状相当凶残。当然是虫子都会有它的弱点，这不，精通生物学的教授捡起一只蚂蟥，放进高浓度盐水中，很快蚂蟥就化为一滩血水。看来不管寄生虫如何变异，害怕盐水这一特性还是保留了下来。正因如此，蚂蟥才无法离开被海水环绕的小岛。说来也是心大，还没完全处理完尸体，教授和女助手便先后离开了停尸间。结果一只残存的蚂蟥从尸体内部钻了出来，第一个倒大霉的便是女助理。见她身体不断扭曲，警察毫不犹豫扣动扳机。另一边，贾斯汀和女友金发妹来到湖边约会，一时兴起，贾斯汀脱光衣服下水炫技，浑然不知虫子已经盯上了他。上岸后，金发妹给了他一个大大的奖励。就在两人忘乎所以准备玩点高难度动作时，虫子爬过来钻进了贾斯汀的脚底板，奇怪的刺痛感让他一阵恍惚。紧接着伴随剧烈的疼痛，贾斯汀开始呕吐不止。一旁的金发妹吓坏了，赶紧找来雷妮和她的男友，几人合力将贾斯汀送回房间。雷妮更是连夜去找医生，然而门外叫了半天，始终没人回应。他哪里知道，此时医生已经被虫子杀死。奇怪的是，贾斯汀在床上休息片刻后，刺痛感就全部消失了，查遍浑身上下也找不到任何病灶，就好像刚才的一切都只是幻觉一样。他感觉身体状况前所未有的良好，于是贾斯汀转头就和金发妹打情骂俏起来。凌晨1点，他忽然从睡梦中醒来，意外发现自己的听觉变得异常敏锐，平日里根本听不见的钟摆的滴答声，如今却吵得他心烦意乱。来到屋外，风声以及各种小昆虫发出的声音，他也都能听得一清二楚。十分焦虑的贾斯汀无奈地回到了床上，见到金发妹的那一刻，内心的欲望竟被虫子放大了数倍。本想找金发妹发泄，但对方沉迷美容觉，并没有兴致。贾斯汀干脆换上衣服，来到附近一家酒吧消遣，期间主动勾搭上了一个妹子，不料却被妹子的男友抓了个正着。贾斯汀不顾对方阻拦，硬拉着妹子前往小树林。如此伤自尊，哪个男人受得了？对方立马打了上去。
可没想到被虫子寄生后的贾斯汀不但力大无穷，反应也是超出常人，轻轻松松就把男人打趴在地，之后更是1对3成功拿捏对方后，女人也被贾斯汀的勇猛彻底征服。小树林中孤男寡女干柴烈火，突然一只虫子从贾斯汀的耳朵里钻了出来，女人见后连忙求饶，结果被贾斯汀残忍杀死。第二天，贾斯汀的情况似乎越来越严重，呕吐物中全是幼虫，但他却不以为意，见自己能徒手拍断木头，甚至惊喜不已。金发妹每天都有晨跑的习惯，这天早上她不小心跑进墓地，惊讶之际，身后突然出现一个黑衣人，一只硕大的虫子从他的帽子里钻了出来。金发妹眼疾手快，掏出防狼喷雾，摆脱黑衣人后逃了出去。然而黑衣人还是追了过来，他抓住金发妹，下一秒虫子便钻进他的嘴里。正在和未来姐夫聊天的贾斯汀听到了远处金发妹的尖叫声，连忙过去找人。与此同时，警察也找到雷妮。警方在酒吧女人的尸体旁发现了贾斯汀的眼镜，怀疑他已经被寄生虫感染，并且就是杀死女人的真凶。雷妮不敢相信，冲出房间去找贾斯汀问清楚，而此时的弟弟也已经找到了金发美的尸体。就在他抱着尸体准备离开时，却被赶来的警察拦住了去路。贾斯汀并没有束手就擒，而是和警察打了起来。雷妮和男友正在赶来的途中，谁知中途发生意外，雷妮猝不及防被黑衣人掳走，只顾往前冲的男友似乎并没有发现。当他看到贾斯汀有危险时，趁警察不注意夺走他的手枪。不管警察如何解释，男友就是不相信，结果被身后的警察一枪送走。这一举动彻底激怒了贾斯汀，一口老痰吐到警察身上，对方就倒地而亡。更厉害的是，贾斯汀刀枪不入，就算被子弹击中，伤口也会分分钟愈合。解决完所有警察，贾斯汀离开了这里。等到其他警察赶到，只看到一地尸体。防止寄生虫进一步蔓延，他们把盐撒在地上。雷妮醒来后，发现自己被绑在某个实验室里，而黑衣人的真实身份更让雷妮感到震惊，竟是死去的叔叔马森。他从脸上拽出一条虫子，放到雷妮面前吓唬她。这时，小时候的记忆开始在雷妮的脑海中闪现。原来，当年雷妮的母亲发明出一种对付寄生虫的解药，马森为了得到解药，继续进行恐怖的人体实验，便威胁雷妮的母亲。遭到拒绝后，恼羞成怒的马森竟然杀死了他。而在后来的实验中，马森也不幸被虫子寄生，为了活命，他才故意放出死讯，引诱雷妮上岛，好从他这里拿到解药。尽管马森会算计，可架不住雷妮主角光环大，趁其不备，他逃出实验室，成功将马森锁在小房间里。雷妮刚挂断报警电话，一只长了毛的大虫子蠕动着从他面前经过。幸运的是，虫子并没有攻击雷妮。然而当警察赶到时，马森也逃出了房间。交战中，警察根本打不过马森，千钧一发之际，雷妮提来一盆盐水，全部浇到马森头上，瞬间他便融化成了一滩血水。雷妮和警察逃出实验室，里面的寄生虫也一起爬了出来。开车途中，两人发现一辆车停在路上，走上前去，车座上是一个婴儿，而他的母亲早已经被虫子杀死。就在雷妮准备抱走婴儿时，一条虫子试图钻进他的手掌心，好在最后关头被雷妮拔了出来。危机解除后，他们开车前往码头，准备坐船离开小岛。贾斯汀却在这时突然出现，他发了疯似的扑向警察，活活把人给咬死了。雷妮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他故意启动游艇引开贾斯汀的注意，趁他离开，带着婴儿坐上小木船。可没想到，刚离开岸边，贾斯汀便折返回来。他祈求雷妮不要丢下他一个人，尽管不忍心，但理智告诉雷妮，绝不能带贾斯汀离开。不知过了多久，雷妮带着婴儿漂泊在海面上。雷妮忍不住打了一个喷嚏，结果手心里全是寄生虫的幼虫。看来在拯救婴儿的时候，他虽然拔出了虫子，可还是被感染了。不想把危机带到外面的世界，雷妮毅然决然跳入海中。婴儿最后则被人发现，得到了救援。时间来到半年后，韩国的一家珠宝店里，一颗从卡特哈克小岛出口的珍珠中爬出一条虫子。显然，韩国很快就要迎来一场巨大的灾难。
影片的故事很简单，最抓眼的部分莫过于虫子在人体钻来钻去的场景，太令人生理不适了。故事情节上漏洞不少，就拿虫子怕盐来说，既然知道了敌人的弱点，怎么就不会放大使用呢？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到这里也就结束了，喜欢的宝子们可以去看看原片，最后不要忘记3连支持一下哦。